如果有一架飞机被誉为史上最快，服役32年从未被敌机击落，却因为自身太过娇贵而早早退役，你会相信吗？它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鼬工厂的传奇作品 SR-71 黑鸟战略侦察机。这架飞机快到什么程度？它能持续以超过 3.2 马赫的速度巡航，最高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3.35 马赫，在85000英尺的高空飞行。用我们大白话来说，它飞在2万多米的高空，你看到的不是飞机，而是冷气同温层中的一块热态。当它从头顶掠过时，你甚至来不及抬头，因为它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就能从纽约飞到伦敦。黑鸟的传奇就像一个高空中的幽灵，它的主要防御手段不是导弹，不是机炮，而是纯粹的速度和高度。当时的美国空军甚至有个很流行的口号，速度是更臭屁的隐身。要理解黑鸟为什么会存在，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冷战最紧张的那些年。当时美国的高空侦察机 U2 就像一把利剑，直插铁幕内部。U2 能飞到76000英尺，这个高度在当时是很多战斗机和防空导弹的禁区，但毛子也不是吃素的。1960年5月1号，历史性的一天，一架 U2 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，被萨姆2地空导弹成功击落。这不光让美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，更重要的是他敲响了 U2 这种亚音速高空侦察机命运的丧钟。美国高层急了，总统艾森豪威尔施压中央情报局和洛克希德公司，要求他们兑现承诺，搞出一架苏联雷达看不见的飞机。最初，洛克希德的传奇设计师凯利·约翰逊，这位同时设计了 P-38 和 U2 的天才，提出了代号牛车的 A-12 方案。牛车的理念很简单粗暴，既然你打得高，那我就飞得更高更快，速度要达到 3.2 马赫。这个项目最初由中央情报局主导，最终发展成了美国空军的 SR-71。关于项目名字，还有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小插曲。这款侦察机最初的设计代号是 RS-71， 但在1964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，时任美国总统林登·约翰逊却口误将其称为了 SR-71。总统的金口一开，为了维护其权威，军方和洛克希德公司便顺水推舟，将错就错地用了 SR-71 这个称呼。其原本的侦察打击含义也相应调整为了战略侦察，自此 SR-71 的名字就正式沿用了下来。SR-71 的设计过程就是一本科技史上的不可能任务合集。为了达到双3的标准，他们必须解决一个航空史上最大的热胀问题。当飞机以 3.2 马赫的速度飞行时，空气摩擦带来了气动加热，能让机身表面温度飙升到超过300摄氏度。这个温度，普通的航空铝合金早就软得像面条了。凯利·约翰逊和他的团队技术了一个大杀器——钛合金。SR-71 的机身有 93% 的结构都采用了钛合金，钛金属强度高、重量轻，而且耐高温性能远超铝合金。但故事到这里还没完，马上就进入了冷战时期最黑色幽默的剧情。当时全球主要的钛金属原材料生产国恰恰是美国的头号对手苏联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美国的中情局不得不通过在欧洲设立空壳公司，伪装成购买牙科或外科器械，从苏联那里偷偷摸摸地采购大量钛金属，然后用这些从对手那里买来的材料制作出用来监视对手的黑鸟。这简直就是一场跨越铁幕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商业间谍战。解决了材料问题，紧接着是结构问题。在高速飞行中，飞机整个机身会因为热膨胀而伸长约1英尺。如果飞机在地面是严丝合缝的，那飞上天就得内伤解体。所以工程师们采取了一个惊人的反常识设计，故意在机身蒙皮上留下缝隙，特别是主翼内侧的蒙皮，甚至做成了皱纹状，就像是20年代老福特飞机上的铝制蒙皮一样。在地面上，这些铆接缝是松散的，机身冷却收缩。后果是什么？SR-71在地面停放时会不断漏油，地勤人员都戏称给黑鸟加油简直就是在淋浴。而且这漏的不是普通的油，而是专为黑鸟定制的高成本高燃点 GP7 特种燃油。这种燃油的成本比苏格兰威士忌还要贵。因为这个漏油问题，黑鸟无法满油起飞，它只能加注少量燃油，在跑道上边漏边爬升。它需要先冲刺热身，让机身蒙皮在空气摩擦下膨胀，缝隙闭合，实现热机密闭。然后他必须尽快找到在数百公里外等待的 KC-135Q 专用加油机，在空中将油箱灌满。所以每当黑鸟紧急起飞时，地面流程复杂的令人抓狂，通常需要40分钟才能准备就绪。如果一架黑鸟停在机库，突然接到任务，彻底检查完毕，确保安全使用，已经是19小时以后的事了。
黑鸟的心脏是惠普公司研制的2台 G58-P-4 变循环发动机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涡轮喷气发动机，而是一个能变身的怪物。在低速飞行时，它像普通的涡喷发动机一样工作，但当速度超过 1.5 马赫，尤其达到 3.2 马赫巡航速度时，它会巧妙地利用进气道产生激波，压缩空气。此时空气流的 90% 都会绕过核心涡轮发动机，通过旁通气流直接进入加力燃烧室。在3马赫巡航时，推力的 60% 来自旁通气流， 30% 来自排气，只有 10% 来自喷气发动机本身。用凯利·约翰逊的话来说，它的进气道和喷管提供了飞行所需推力的 83%。这个系统与其说是一个涡喷发动机，不如说是一个涡喷冲压混合发动机。这种设计带来的效率提升是革命性的。G58是极少数能持续使用后燃气的军用发动机之一，但它的控制系统极其复杂，飞行员必须持续监控进气道的运作，甚至需要手动操作。由于进气道对空气温度和湿度非常敏感，熄火是家常便饭。如果在3马赫全速飞行时，一台引擎熄火，飞机将在1秒内横转并迅速解体。虽然后期换装了数字电脑来自动控制进气锥，能在1/1000秒内感知并处理熄火，但这种剧烈的晃动仍让飞行员苦不堪言。飞行员甚至被要求是已婚男性，以此来筛选出性格沉稳、没有冲动情绪的人。毕竟在10000米高空，一点点冲动都可能击毁人亡。SR-71在其服役的近30年间，参与了多场全球冲突，包括越南战争、中东战争、朝鲜侦察以及冷战后期对苏联的边境骚扰。它保持着一项无人能及的记录，没有任何一架 SR-71或其前身 A-12在实战中被击落。这架黑鸟在越南上空曾数十次穿越狭窄的北约领空，每次穿越少则1分钟，最多3分钟。在整个服役生涯中，它曾遭遇超过4000枚导弹的攻击，但每一次都成功摆脱。SR-71对抗导弹的策略简单总结就是加速跑。当 RSO 发现仪表板上代表敌方雷达锁定的告警指示灯骤然亮起时，飞行员要做的就是把油门推到最大。很多人误以为 SR-71的速度比所有导弹都快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像萨姆5这样的地空导弹，最大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，米格31搭载的 R33空导弹速度也能达到5马赫。但 SR-71的优势在于高度和持续性，导弹需要在稀薄的高空爬升加速，每进行一次轨迹变化都会消耗宝贵的火箭燃料，而 SR-71在8万英尺高空已经有了巨大的领先优势，导弹的燃料会在几分钟内耗尽。正如一位分析师所说，导弹需要超过36秒的燃烧才能追上它。米格25胡服这款苏联为了对抗 SR-71而研制的高速截击机，虽然号称能够飞到 3.2 马赫，但那只是短时间冲刺，超过 2.7 马赫，发动机的涡轮就可能烧毁。而且米格25的空导弹在高空机动性会大幅下降。前米格25飞行员别连科曾透露，他们根本没有获得过射击 SR-71的机会，因为黑鸟飞得太高太快，电脑解算完射击参数， SR-71早已飞出射击窗口。直到更先进的米格31猎虎犬服役，它拥有相控制雷达和 R33远程导弹，才对 SR-71构成真正的威胁。冷战后期，双方展开猫捉老鼠的战略级追逐。例如在波罗的海， SR-71每周平均接近苏联领空一次。由于 SR-71回转半径夸张，被戏称可跨越整个加州，它必须小心减速掉头以避免引擎熄火。瑞典空军曾经记录到，当 SR-71在公海折返时，瑞典的萨博37战斗机曾多次对其进行警告性正面逼近式拦截，甚至用火控雷达锁定它以示抗议。美方6年间从未进入苏联领空，却侵入了瑞典领空数10次。可令人不解的是，这架从未被击落的不坏金身，最终却在1990年宣布退役。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国防预算降低和操作费用高昂。SR-71的运营成本高得离谱，在80年代末，每小时的飞行成本约为$85,000。有来源甚至听到，它每小时的飞行成本高达$168,000，而且它的地勤维护要求极高，每飞行1小时，早期需要735个维护工时。但退役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降维打击。首先是卫星技术的崛起，从60年代初的日冕计划开始，卫星提供了更安全、更可靠的战略侦察平台。虽然卫星轨道可预测，而且在目标上空停留时间短，不如飞机灵活，但它几乎消除了被击落的风险。正如 SR-71的设计者之一凯利·约翰逊所说，未来可能不会有性能更高的飞机了，因为我们有了90分钟环绕地球的卫星，
其次是内部政治斗争。有消息指出 ，SR-71的出色表现让洛克希德公司在空军和政界享有极高声望，但这触动了当时的国防高层的敏感神经，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。洛克希德甚至被迫取消了 YF-12截击机计划，取消 SR-71项目，被空军当作是争取更高优先级项目预算的谈判筹码。最后是 SR-71自身的致命缺陷，缺乏实时数据链。尽管 SR-71在各方面都优于 U2，但它收集到的情报是胶卷和磁带，必须飞回基地进行分析，无法实时传输。而更老迈的 U2，因为其令人难以置信的航程和耐力，加上后来升级安装的光电相机系统和数据链，能够安全的在敌方领空外徘徊数小时，实时传输情报。因此 U2 这个老家伙至今仍在服役。SR-71曾有过短暂的回归。海湾战争期间，盟军急需他提供的战术侦察能力，美国国会曾2次投票拨款，试图让黑鸟重返蓝天，并为它配备实时数据链系统。但最终空军内部的阻力以预算重新分配的方式，在1998年彻底宣告了 SR-71的永久退役。他逃过了无数导弹的追逐，逃过了最先进截击机的锁定，最终却倒在了高昂的维护成本、情报技术的迭代以及华盛顿的预算之争面前。SR-71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性能记录，它代表了人类航空史上一个不计成本追求极限的黄金时代。它的遗产深远，洛克希德在 SR-71上积累了钛合金加工、气动外形设计和雷达规避技术，被应用到后来的隐身飞机上，比如 F-117 夜鹰、F-22猛禽和 F-35。讽刺的是，当年的黑鸟虽然采用了大量隐身设计，但由于高速飞行时的炙热蒙皮和2条长长的尾焰，它在雷达和红外探测下依然是夜空中最明显的目标。如今黑鸟的传奇似乎正迎来新的续集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积极研发 SR-71的后继者 SR-72黑鸟之子。这款飞机被设计为一架无人驾驶的高超音速侦察打击平台，它的目标速度是 SR-71的2倍，6马赫。SR-72如果成功，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。它将利用极限速度作为生存手段，能够在1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地点。它不再需要飞行员，可以在高风险环境中自主执行任务。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，也是想留给各位军迷朋友们思考的。在未来，当速度的极限被推向6马赫甚至更高时，人类是否真的应该退出驾驶舱，将决定命运的操纵杆彻底交给人工智能？SR-71的退役是因为它的人味太重，它昂贵、娇贵，需要漫长的地面准备时间，而无人机可以更快部署，可以在目标上空盘旋更久。那么，速度的极致是否必然意味着人的缺席？当我们谈论这些超越时代的黑科技时，我们究竟是在怀念 SR-71所代表的那个属于人类英雄的超音速黄金时代，还是更期待 SR-72所预示的那个由代码和高超音速主宰的未来战场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 SR-71的退役是历史的必然，还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呢？期待我们在评论区继续探讨。